大家欢迎回到 Taiwanese Mandarin Podcast， 我是安心。Hello， 大家，我是 Kevin。Kevin，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录制 Podcast 哦。对啊，我前阵子都在忙着做妈祖绕境活动的研究，跑了白沙屯拱天宫、大甲镇澜宫和北港朝天宫，真的好累呀。哦，农历3月封妈祖，讲到妈祖绕境，这真的是每年春天台湾的年度宗教盛事。没错，妈祖绕境原本从日治时代的几百人暴增为今天超过10万进香大军，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宗教活动之一哦。在2010年，白沙屯拱天宫、大甲镇澜宫和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绕境活动已经被指定为国家级无形文化资产了。可见妈祖信仰在台湾真的是非常兴盛吼。走遍全台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妈祖庙。我自己有空的时候，也常常去我家附近很有名的妈祖庙上香拜拜。那你如果去参加绕境的话，你一定也会有电池充满电的感觉。这么伪，我看你这套回来不止晒黑，连眼神都不一样了。因为真的很感动啊，有一种被净化和被祝福的感觉。哇，因为妈祖的灵力吗？当然对有些信徒来说这点毋庸置疑，但我身为研究者不太方便直接诉诸这种超自然的说法。不过你的感受是切身具体的吧？这倒是真的。在我们聊你的观察之前，我想先帮听众科普一下，大家知道妈祖是谁吗？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海上守护神，保佑航海人的安全。对，妈祖本名叫林默，大家都叫她默娘。从小就能预测天气，会事先提醒渔民避开风浪，渔民们都非常尊敬她。根据传说，默娘过世后，当渔民在海上遇到危险，只要默念默娘的名字，就看到海面上出现了她的身影。她引导船只走安全的方向。从此，默娘就被人们尊称为海上守护神妈祖。妈祖信仰广泛流行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都需要从事海上活动。他们出海时都会带着妈祖的神像，因为他们相信妈祖会保护他们安全出海，平安回到陆地。确实，海面常常出现不可预期的危险。你想想看，当你面对着四周都是浩瀚的大海时，你心中的恐惧真的很需要一个信仰来克服。17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不断往海外移民，有的去今天的东南亚各国，有的就来到台湾。因此，妈祖信仰也在台湾发展了起来。对，因为要来台湾，就先必须横渡台湾海峡。兰信，你横渡过台湾海峡吗？我只有从嘉义坐船到澎湖，这样应该只算横渡过台湾海峡的快一半。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我去年10月中去的，当时我很幸运，因为船公司说，如果我10月底再搭船，他们就不开了。哦，为什么？因为10月底开始，东北季风增强，从嘉义到澎湖这段会很危险，所以很多船公司都在这时候停开。对对对，你讲到重点了。台湾海峡自古以来都有黑水沟的称呼，不仅是因为有洋流快速通过，一年四季还有强烈的季风，这些风很容易让船只偏航，甚至把船只吹翻。对啊，我们现在至少还有航运科技，但尽管如此，船公司还是会避开冬天横渡台湾海峡。那对没有现代航运科技的渔民来说，要渡过台湾海峡，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举动。其实我有听别人说过，澎湖到台湾本岛之间的海面上有一段最危险，很多船只都在那里翻船了。原来是这样，
所以船运公司也不想在这一段冒险吧？对啊，面对大海，人类还是谦卑、谨慎再谦卑比较好。所以，我们想象一下，400多年前，当那些渔民决定横渡台湾海峡，内心肯定充满担忧和恐惧。没错，就像是押上自己生命的一场赌局一样。当他们终于抵达台湾岛时，他们心中都是对妈祖满满的感谢与崇敬。他们相信是妈祖保佑了他们的安全，所以在台湾，妈祖信仰真的快速兴盛了起来。不过，很有趣的是，妈祖在台湾的地位经历了一场功能性的转变哦。功能性转变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从原本的海神变成了现在的全能神。这就像原本一个专业的工程师只负责一小部分的工作，但是到最后变成了公司的 CEO 一样。现在妈祖不只要管海上航行的安全，还要管大家的健康，管大家的工作、感情，甚至连小孩子不乖、考试不顺，台湾人都会去找他求助呢。哦，一种事业做大、业务变多的概念吗？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就像是你开始完全信任一个人，你会开始放心的把你的生活大小事情都跟他分享，请他给意见，甚至请他帮忙。说到这，我在路上看到有人拿着孩子的制服去过香火。我还看过有人把应征工作的履历、考试通知单、结婚证书等这类东西放在供桌上，祈求工作、考试和婚姻的顺利呢。所以妈祖在台湾已经从一个单纯保佑海上安全的海神形象，升华成了一个集体母亲的象征。是的，其实妈祖在一开始被称为夫人，后来被封为天妃，再到台湾以后又升格成了天后，甚至到现在的天上圣母，她来到了人间伦理秩序的最高位阶。这一路从少女升格到圣母的过程，也看得出来华人对妈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现在妈祖在台湾真的就是国民妈妈的感觉，常常听到北港妈祖被称为北港妈，彰化妈祖被称为彰化妈，桃园妈祖被称为桃园妈，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妈妈照顾大家的感觉。对，在台湾，妈祖信仰的流行恐怕不会输给整体华人对观世音菩萨信仰的程度哦。可是 Kevin，我这几天看妈祖绕境的报道时，我一直在想，如果是为了拜妈祖，我待在自家附近的庙里拜就好啦。为什么台湾很多人都要在3月的时候这样大规模参与这种跨区走动？哦，这其实反映了台湾宗教信仰的特色和华人社会的伦理想象。哦，怎么说？在民间信仰里，神明的灵力是需要定期充电的。想象一下，在一个村庄里面的妈祖神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行动电源，而沿途的小庙或是村庄，就像是没电的设备。平常妈祖对地方的保佑，就是不断在供电当中。可是按照这个比喻，妈祖这个行动电源会有没电的时候吗？神明又怎么会没电呢？因为在华人宗教当中有一个分灵的概念，也就是信徒从一个祖庙的神明那边分出一个分身，要到新的宫庙里面去，就好像是大树的树根和树枝的关系一样。哦，有点像是现代企业商店中总部跟分部的概念。对，分部的功能和提供的服务跟总部都一样，身份当然也一样，所以分灵出来的妈祖仍然是妈祖，
灵力也跟祖庙的妈祖都一样。好，这样比喻说得通。只是民间信仰认为，分灵出来的神像灵力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退，所以分灵出来的神明就需要定期回到祖庙去拜见自己的祖先，并且从祖庙再拿取一些香火来重新强化灵力。所以今天妈祖进香的由来，就是一开始地方民众护送着妈祖回祖庙去进香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古代就是全程走路，跨越县市的路径，费时大概要8到10天左右。这果然跟华人的家庭亲属的观念很像了。每年春节第2天，女儿也要回娘家去看看自己的父母。对，而且庙宇之间也透过妈祖进香去确认并且强化彼此的渊源，所以进香有人也说是一种妈祖回娘家的概念。而且分灵出来的妈祖之间也常以姐妹相称，就好像是一个大家族的概念。那绕境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绕境是神明巡视的意思，也就是去巡查、探访、驱逐恶灵、保佑地方安宁的意思。不只是妈祖，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会抬着神明到管辖地区巡视的活动，活动的过程都会吸引很多民众参拜。哇，好威哦，跟皇帝出巡一样。是啊，其实你会发现，华人宗教活动的实践反映了很多儒家官僚体系的概念，像刚刚讲到的天妃、天后到圣母，其实就是皇帝制度的折射呢。那妈祖绕境跟进香是同一件事吗？还是2个不同的事？其实是相关的。当妈祖取得祖庙的香火，重新强化灵力以后，妈祖回来就会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巡视一遍。很多民众就会在绕境的时候，来到妈祖轿子的旁边或是下面，祈求保佑平安。就是钻轿脚，也就是民众会跪在进香沿途的地上，等待妈祖的轿子从身体上方通过时，就是希望扫除厄运，保佑平安。对对对，钻轿脚一直是妈祖进香的重头戏之一。像我那天，我也趴在地上，看着神轿从我头顶经过，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不是在拜一个偶像，我是真的感觉到有一股很温暖、很巨大的能量笼罩住我。刚才我们都聚焦在妈祖本身，包括分灵、绕境等。那护送妈祖的人呢？你其实已经问到重点了。在现在宗教人类学的研究中，学者通常会秉持着一个视角，那就是宗教活动的主体其实不是超自然本身，而是人。也就是说，宗教学其实不关心鬼神是否真的具有超自然能力。那可能是专门研究灵学和神秘学的人会去关心的吧？是的，人类学这个学科毕竟还是要去研究人类，所以重点是去关心人们怎么透过宗教活动去维持社会的运作。对，我就很想问，现代人为什么愿意放弃便利的交通，愿意回归最原始的方式，用双脚一步一步走400公里？哦，对，你可能觉得他们是不是吃饱太闲，对不对？对，我们固然可以说是信徒虔诚的信仰，但今天妈祖进香绕境活动超过60万人参与，这些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信徒。对，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信徒。对于非信徒来说，他们能得到什么呢？其实透过这种走动，妈祖把它的保护力范围拉大，也让原本不同地区的香火交融在一起。刚才我们说到，庙宇会透过妈祖进香活动来确认渊源，那护送妈祖的民众也就借此来达到地方乡里的团结啦。你说的地方乡里，这就跟台湾早期社会有关了。
早期台湾是移民社会，不同地区有不同群体，有的是来自福建省的漳州，有的是来自福建省的泉州。对的，移民社会的一个特色就是不同移民的群体意识和排他意识非常强。打个比方来说，你是台北人，今天你到了一个无人岛，你会比较愿意跟同样来自台北的同样一起合作，还是你会去找高雄人合作？当然是找台北人啊，有共同老家的记忆，也比较愿意信任嘛。没错，这些不同来自原乡的群体，当然就常常抱团取暖。特别是到了一个新地方，常常为了争夺地盘与资源，更要彼此团结。其实早期台湾社会常常是漳州移民跟泉州移民互抢资源，然后互看不顺眼的，常常抄家伙打架，几乎到了帮派斗争的地步呢。这在移民社会很常见，比方说，早期马来西亚华人也常常发生讲广东话的移民和客家移民之间的冲突，那种规模和程度都已经到达战争等级了。没错，所以我们回来看台湾，今天漳州人如果需要妈祖的分灵，应该是不会去找泉州人的祖庙来分灵吧？因为这需要动员两边的人马，所以一定是漳州人或泉州人内部自己去找彼此人去沟通。那这沟通的过程，以及包括日后进香的整个流程，也就是连接起散落在不同地区的原乡人的团结情感了。那现在也可以坐巴士、开车来进香啊，为什么一定要像你一样，脚走到出水泡，身体累到爆呢？因为灵魂的连结必须透过身体的劳动才能产生啊。宗教活动从来不是形而上的东西，它其实是很形而下，强调身体参与、身体实践，甚至也强调身体感觉的过程哦。哦，我懂了，像是我们去教会，大家要一起唱诗歌，你不想唱，还会有人鼓励你一起唱呢。原来就是要求你用身体来参与宗教活动。对，教会很常唱诗歌，就是透过音乐与节奏来激发你身体的律动感，帮助你去产生感觉和情绪，让你更容易去敬拜神。那华人宗教则是透过香、烧香这种用嗅觉的方式来引导你产生你的宗教体验。这就像是我们闻到饭菜的香味，会激发出有妈妈的味道这种感觉。是的，是的，所以身体和感官其实是人类社会活动当中非常重要的媒介，可以连结物质与心灵，并发展出许多社会网路。讲到连结，我觉得现在妈祖进香绕境的活动根本就是全台大型免费食堂吧？你是说路上随时都有提供食物和点心，而且都不用钱吧？对啊，真的不夸张。我带了3000块现金出去哦，回来的时候竟然还有2900块。唯一花到的那100块，是因为我想要的饮料没有，所以我才特别跑去 Seven 买。除了跟随妈祖一起走路的民众以外，也有很多社会团体和热情民众会在路上随时提供热食、茶水、饮料、咖啡、点心等给参加活动的民众。真的，像我跟着队伍走啊，常常不用特别开口，就会有人拿一瓶饮料过来，然后他们还会说来啦，舅舅阿爷来加凉诶，意思就是来很热，喝一点凉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形，我还想说我是不是要付钱，我准备去掏腰包拿钱，然后那个大哥他就跟我说免钱啦，咱拢是为着妈祖来的，爱互相照顾啦。意思就是免费，我们都是为着妈祖而来的，要互相照顾。
这真的好有人情味。台湾真的常常在宗教活动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呢。对啊，我还看到有一辆咖啡车，上面写着只要帮妈祖打卡就送咖啡一杯，免费提供参加活动的民众热咖啡。这在社会学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做礼物经济 （gift economy）。通常我们在社会上交易是我给你钱，你给我东西，但在绕境的路上，这个逻辑消失了。这些阿公阿嬷、饮料店老板，他们准备几千人份的西瓜、粽子、仙草冻，完全不收钱。我还遇到一个阿伯，他看我走路一跛一跛的，他二话不说就塞给我一盒现切的水果，还一直跟我说妈祖会保佑你哦，辛苦了。其实你也可以坐车啊，我看现场队伍旁边都有车，上面写着累了请上车，不要客气，帮助那些真的走不动的民众可以继续完成朝圣之路。啊，我就想挑战自己嘛，哈哈哈。不过这种彼此互相照护的感觉真的很感动。对这些在地人来说，你不是陌生人，你是妈祖的客人。确实，他们招待你，就是在向妈祖表达感谢，而且他们相信，照顾好来拜妈祖的客人，也是在服务妈祖。这也是很多宗教的核心，做好服务社会、服务人的工作，就是在拜神。这创造了一种平常在大都市绝对看不到的高度社会信任。你不用担心食物有没有毒，也不用担心被骗。它变成了一种很神圣的契约。没错，而且这种人情味还会传染。听说很多原本是去蹭饭吃的年轻人，走着走着，明年就变成那个去发物资、去帮忙别人的人了。就是这种善的循环，才是绕境能持续几百年的核心。Kevin，身为都市代表，我还是要提一个比较硬的问题。这么大规模的活动，烟火爆竹产生的空气污染，还有垃圾问题，这几年讨论度也很高吧？是啊，这也是我这次观察觉得很可爱的地方。像以前大家觉得鞭炮放得越多越热闹，但现在很多庙宇都开始提倡电子炮。还有的地方是以前大家吃饭的时候都会用免洗碗筷、一次性的餐具，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方都鼓励大家自备碗筷。前几年开始推行环保参拜的概念，比方说台北行天宫已经完全禁止焚香了，就是因为现代人开始反思过去因为宗教活动产生的污染问题。像我家附近的妈祖庙，以前进去都要点8炷香，但现在只能点2炷香。这再次印证了宗教活动的主体是人，不是神。人们看似在拜神，在服务神，但其实真正的核心是团结社群、改善社会。一直到近年，大家强调友善地球、重视环保等，也慢慢的改变着人们的宗教行为呢。而且现在科技介入得很深哦。你这次有没有用那个妈祖 GPS App？当然要用啊，超好用的。你可以随时看到神教现在在哪一条街，这样你就可以精准的去堵妈祖，不用在那边盲目等待了。我想，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火花。虽然大家说现在年轻人不信教，但你看这几年参加绕境的年轻人比例反而大幅增加。我想大家追求的可能不是传统的拜神，而是一种寻找自我或是体验土地的整个过程。听完 Kevin 的分享，我觉得封妈祖这件事其实是台湾人的一场集体心理咨商。在走这段路的过程中，大家放下了身份地位，找回了最单纯的善意。没错，虽然脚真的很痛，但心灵真的很充实。
透过这次的活动，我也再一次见证了台湾这个地方总是充满活力与善良，让我不禁相信妈祖保佑着这座岛屿，这真是个有神明护佑的岛屿呢。台湾真的一直都是多元又精彩的社会，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来体验体验。但要记得先准备好顶级的运动鞋哦，哈哈哈。这真的是很务实的建议。谢谢 Kevin 今天精彩的分享，也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是兰心，我是 Kevin，我们下一集再见喽。